咱们这小伙伴里面有高考了没有啊？今年考咋样？志愿是咋报的？我今儿是专门请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学霸啊，让他呢带我去吃一个他们的家乡菜，然后捎带手给大家讲讲大学生和专业选择的问题啊。现在我正堵在三环上，在北京永远都有一个迟到的理由，就是我堵在三环上。Hello， 哎 ，Hello， 秉叔，来了。介绍一下，这就是保研清华的潘超同学。Hello， 大家好，我是潘超。是不是长得不如我？差远了，差远了。对。潘超同学现在是清华大学学生，刚刚毕业。对，我刚毕业。一会儿呢，我会问他一些比较核心的问题啊，比如说在大学里。你如何让自己保研的呀？当初是如何选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让自己遗恨终生的啊？也不算遗恨终生了。你打算点哪个？我就点这个了，牛肚牛杂米粉。那我点个这个吧，笋干烧肉米粉。老板，我要一个绿豆汤。我也要个绿豆汤吧。我这个牛肚牛杂要汤的。好了，你是江西人吗？我是江西人，我假江西人。我小时候特别爱吃辣，但是呢。到北京之后，辣越吃越少，辣越吃越少。最后就是清华的食堂没有辣椒吧？有，但是特少。就他们那辣是假辣，跟江西那辣不一样。所以有清华大学的同学吧，你们食堂的辣到底是不是假辣？还可以在弹幕上说一下啊。就这些吧。好，我是够了，不知道你够不够？我现在晚上都不吃饭啊，要不是为了拍摄，我晚上都不吃饭。我上一次跟一个人这样肩并肩坐着吃饭，还是跟一个小姑娘。冰冰吗？对。当我不是冰冰的时候，秉叔就有意见了。在江西，你去不同的地方就可以吃到完全不一样的粉啊，对，完全不一样。从这个做法上，有炒的，然后有拌的，有泡的，然后还有烫的，有煮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各种不一样的浇头，像这个金溪的甲鱼粉，然后鲶鱼粉，这个就是你们一碗粉里面配一个小王八，就甲鱼做的那汤。对，然后可能剁烂了，里边有一些这个。我还以为你们那边这吃不起，人均一只王八，吃不起，这有点补啊。这是秉叔的。好，谢谢。这个你觉得正宗吗？我看着还行，但是啊，说实话，我们这个江西真正吃这个牛杂粉的时候啊，是一碗这个清汤粉，然后呢，再一碗这个牛杂放在边上，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那么吃辣。你就拿着那个辣辣的牛杂王就涮一下，有时候已经开始吃了。涮完之后呢，就没那么辣了。但是真吃辣的，那一碗都往这碗里倒，哎，就成这样了。怎么样？这是微辣吗？秉叔被辣着了。豆溜汤。江西人的微辣，可能已经是不可承受之辣了。不是这老板对微辣怕是有什么误解。哎呀，这个辣是干辣的，但是吃也很香。它这个拌粉啊，它拌的油油的，就超下饭。我现在在见到碳水，你知道吗？就跟那个老鼠掉进米缸里一样。因为我之前是没吃过江西米粉啊，就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很爽。是什么爽？辣的爽还是这个碳水跟油脂的快感，在我舌尖上划过。这已经不是老鼠掉进米缸里了。就是猪八戒掉进女儿国里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粉真的就是很不解决问题啊！你这吃两口就。我是吃这些就够了。你确定你这一碗够吗？我够了，我肯定够了。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老板，要一个懒鸭那个拌粉。我现在晚上都不吃饭。江西高考的分数线高吗？跟其他省比？江西的话算是这个全国里边相对偏高的了，是吧？对，因为也是个高考大省。那你当时报的是哪个呀？本科报的是北化工。你当时就是在你选这个学校和选专业的时候，你是从哪几个方面考虑？当时我自己特想学这个媒体。但是我妈呢，跟我大概就是吵吧半天，她就觉得说你这理科生啊，你应该学一个更偏向于技术性的专业，但我呢就想说，我还是想学我喜欢干的嘛。但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就跟妈吵架没吵赢，
那后来就选了我妈觉得有这个发展前途的环境工程这个专业。那你上了这专业，你会觉得痛苦吗？说实话，刚到学校那会儿特别难受，因为你就老觉得说，我好像一辈子就被这个不太正确的选择给限定了，以后我就只能往这个方向走了。那你怎么一不小心保研到清华了呢？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我确实也发现，就自己一直这样状态肯定不太行。后来呢，我就去找了我们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每年像你这样的学生太多了，就是被父母强迫选了他不喜欢的专业。对，他就说现在摆在你面前2条路啊，第一，你留在这儿好好学；第二，你回去，你复读1年，你重新再考。他说我相信你如果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你爸妈下1年再也不帮你做选择，他一定就是你想学啥就学啥。但是你敢吗？我就被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如果我真的有那么明确我想要干啥，其实大学是可以给我提供特别大的空间的。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你确实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的话，那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完成你最应该做的事情，你就好好学习。对，所以你看，大学本科阶还是要好好学习。我上本科那会儿，我觉得最主要的事就是打 DOTA、干兼职、挣外快、踢球啊，所以导致你看我就本科毕业了啊。那个时候每天中午都会去踢球啊，就是踢球的那个感觉是到现在为止是在心里还有的那股少年劲儿那种啊。对，其他的踢吗？那不踢，跑不动啊，像都他妈吃2万分了，还他妈怎么踢球？那你当时你选择保研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还是说你就是想把这个专业继续读下去？说实话，我当时选择保研是因为我确实还没有想清楚我该干什么。但是你面前有一个机会说你可以去清华念硕士，那就是一个你不太需要就做太多考虑的时候。我当时这样的，我当年有北外、上外和南京大学就3个学校可以选。然后我本来是想去上外但是上外来招保送生的时候呢，我翻墙出去打 CS 了。所以我就只剩下北外和南京大学2条路，我最后选择北外。然后当时我并不存在选择专业的，我要想逃避高考，我就学俄语。然后我在山东我必然逃避高考，高考大胜。对。你现在觉得，比如这几年的研究生在读完了，然后你的职业选择是什么？我现在开始干这个自媒体和音乐。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唱歌，但是以前没觉得说音乐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然后清华有校园歌手大赛，它的规格跟配置都是就是顶级的音响、顶级的灯光、顶级的设备，然后顶级的指导老师。等我真正想确定我要当歌手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一年这个国庆假期7天时间，然后我就去录歌，每天都在录音棚里，然后可能录这个5、6个小时。说实话，录到最后1天的时候是挺累的，然后躺在那个录音棚的地毯上，就有一种感觉说，对，我身体很累，我甚至都不想站起来，我就想闭着眼睛睡一会儿。但是你很爽。对，但我的脑子告诉我说，对，你还可以再唱。那一刻就是我觉得说，它可以成为一个职业，也许我至少可以试一试。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进银河的梦里，我会告别我自己。